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大家好，我是欧阳娜娜，欢迎收听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酷狗音乐共同出品的青年情感类主题节目解忧电台，让我的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次不安，与你一起解开心扉，拥抱生活。夜里9点，小米走出公司，准备回家。去往地铁口的路上，小米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最爱的奶茶店，点了一杯芝士草莓奶茶。甜甜的奶茶带着果肉，在口腔里分泌出令人愉快的多巴胺，仿佛能中和一天的疲惫。结账时，店员向小米介绍了第2杯半价的活动。小米愣了片刻，微笑着拒绝了。这种活动不适合独身一人的自己。晚上10点，小米拎着便利店买的水果回到家，屋里黑漆漆的，反复摁了几次开关，他才想起屋里坏了的灯泡还没来得及更换。摸索着打开冰箱门，准备放水果时，看见几天前吃剩的半碗粥也快馊了。昏暗的房间，冰箱里透出淡淡的冷气和一缕微光。小米想着自己享受不到的第2杯半价，还没修好的灯泡，始终难逃浪费厄运的食物，他的肩膀一下子垮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飘零感在他心中蔓延开来。城市越喧嚣，内心越孤独。互联网上将和小米一样离乡到大城市孤身打拼的年轻人称为空巢青年。孤独是他们最显著的代名词。独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看着夜晚里万千灯火，却找不到一盏等你回家的灯，在路上偶遇大雨滂沱，却没有一把为你遮风挡雨的伞，生病去医院治疗时，身边却没有一个陪着你的人。知乎上有网友对如何看待空巢青年的提问写下自己的见解：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孤独的像条狗，我和 Siri 成了好友。寥寥数语道出了孤独最真实的模样。真正让年轻人恐惧的不是空巢，而是空心。心若找不到方向，走到哪里都是流浪。也曾有网友提出质疑，认为空巢青年并不空巢。互联网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为相距千里的人们搭建了沟通的桥梁，这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和父母、朋友取得联系。网络真的能联系亲情、友情吗？3月初，文文的外婆去世了，电话里她哭得歇斯底里，生活中都是无限的回忆。因为疫情原因，文文没法在外婆最后的时光里陪伴在她身边。几天后再见到文文，她顶着浓浓的黑眼圈，满是落寞地说：我曾以为距离不是问题，其实什么都抵不过陪伴。网络是个好东西，它为我们的情感联系提供了补充，但它终究无法代替现实中的日夜相伴。虚拟和现实永远不是一回事。也许谈起空巢青年的孤独，你会想起10000个悲伤的故事，但生活如果是千篇一律的灰色，那该多无趣呀。英国作家奥利维亚·莱恩在《孤独的城市》中曾写道：在孤独中成型的事物
往往也能被用来救赎孤独。想想那些没人陪伴的时光，你从一开始分不清老虎钳、螺丝刀，到现在换灯泡、修水管、驾轻就熟；从一开始躺在床上刷着视频，碌碌无为地过完一个周末，到现在约着3两好友逛书店、看画展，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一开始举着手机地图都分不清城市的东西南北，到现在能够自如地穿梭在街头巷尾，向远方来的客人介绍正宗的当地小吃。如果现在的你还困囿于孤独之中，不妨试着走出空巢，去听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奏会。音乐是能治愈人心的良药，会把你从丧情绪中抽离出来，帮你滤出浮躁，抚平忧伤。人生的路不会一直平坦，孤独只是其中的考验之一。走过那些艰辛的日子，自己终将会成为生活的勇士。所以，扛起梦想，勇敢上路。无论什么时候都看着前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要相信，为梦想而努力的人，终会得到岁月的厚待。